老婆餐厅偶遇刚回乡的富二代表妹，在得知餐厅没有空位，便邀请她一起吃饭。没想到富二代表妹不仅不领情，反而对我老婆一顿冷嘲热讽，还笑话老婆找了个傻不拉几的男人。然而下一秒，他却偷看到我在一众顶级明星的包厢里谈笑风生。菲菲，你快跟他们解释，他们不信我认识你们。他的确跟我们认识。两个保安这才松了手，有些不好意思的道：“既然认识，干嘛不直接进去？他在门口跟做贼似的，太容易让人误会了。”你们眼睛长在……你在门口偷看？偷看什么？这个问题问得宋丽文满脸燥红。说话啊！你想看什么？宋丽文表现得越尴尬，谭菲菲心里就越觉得爽。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不是瞧不起我们这些穷亲戚吗？现在怎么不吭声了？不就是小舅这些年赚了点钱吗？瞧把你能耐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爸是世界首富呢。算了，你既然不想说，那就不问了。要不要进去？宋丽文犹豫了，从面子和尊严角度来说，她是不想进去的。可里面全是大明星啊，拒绝的话怎么说得出口？菲菲，你干嘛呢？咦，文文也在这呀？吃完饭了。看到唐仲威，宋丽文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。薇薇姐，她想进去跟我们一块吃，你看行吗？当然行啊，一家人有什么不行的？进来吧。谭菲菲给了她台阶下，宋丽文哪里还舍得放弃，也跟着进了包厢。这是我妹妹宋丽文，文文，这些大明星就不用我一一介绍了吧？哎呦，这是薇薇的妹妹啊，真漂亮。文文，快坐，都是自己人，不要客气。明星们热情的态度让宋丽文受宠若惊，更在心里觉得不可思议。唐小姐的妹妹，那就是我们的妹妹叶先生，您说是不是？你们说是就是，不过别想把她往娱乐圈带，你们那水太浑，不适合她。叶先生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把她带跑偏的。如此恭敬的态度，不禁让宋丽文第一次怀疑起了人生。我们这个表姐夫这么厉害啊！早就告诉过你事情的真相，和外界传言不一样，是你自己不信。叶先生，我可听说了，北区项目你是总负责人，谁要是抱上你的大腿，那就离亿万富翁不远了。回头要是有个什么代言广告之类的，记得先找我。你小子可真机灵，这就想着代言广告的事情了。叶先生，我比他的价格便宜，回头有这方面的需求找我啊。北区项目总负责人抱叶枫大腿就能成亿万富翁。宋丽文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，可这么多明星为叶枫撑场面，她又有点不太敢确定了。等吃过饭，宋丽文坐在叶枫的奥迪 A8 车上时，愈发沉默了。我爸新买的车也是奥迪 A8，但从配置上来看，要比表姐夫这辆还低一个档次。嘿嘿，漂亮吧？早就跟你说，薇薇姐过得很好，你还不信？我奉劝你一句，别总是去听些小道消息。荣城虽然不大，但也不是谁都能小瞧的地方。宋丽文没有反驳，她的沉默让谭菲菲之前的郁闷一扫而空。还有什么比这种当面打脸更爽的呢？现在知道谁才是真正牛逼的人物了吧？傻站着干什么？进来歇会儿，我给你们切水果。我给你帮忙。好。文文啊，过来坐吧。听说小舅在外面成了打工皇帝。那个也就还行吧。外面虽然好，但荣城也不错。以后有机会可以劝小舅回来荣城发展，这里是许多朝代的古都，人杰地灵，以后的发展潜力不会弱于其他城市。宋丽文没吭声。此时唐仲威和谭菲菲也端着2盘水果走了过来，看着唐仲威亲和的模样，宋丽文也有点后悔。正想着道歉，宋天瑞就打来了电话。宋丽文连忙走到别墅外才接通了电话。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？干嘛呢？你打电话干嘛？当然是问你吃饭吃得怎么样啊？和菲菲处得还行吗？我和你2个姑姑都吃得差不多了，商量着是回家还是去酒店休息呢。我们挺好的。爸，你知道龙城的北区项目是什么吗？北区项目听说是4家房地产公司联合开发的，而且背后还有非常牛的大人物坐镇，连省里都非常的敬重。宋丽文越听越心惊，看着云淡风轻的表姐夫，竟然牛逼到了这个程度吗？你没事打听这干嘛？不是跟菲菲一块去吃饭了吗？现在在哪呢？我在表姐夫家里。表姐夫？哪个表姐夫？就是表姐夫叶枫啊，大姑的女儿唐仲威，你不认识了？我当然记得。年轻时，这个外甥女一直是家里的骄傲，只是没想到长大后竟然沦落至此。不对，你没事跑他那干什么？吃饭的时候刚好碰到了。爸，你真相信别人说表姐夫很无能吗？可我觉得他不像那样的人啊。切，你觉得你个小丫头片子能知道什么？你大姑说了，那家伙眼高手低，除了喝酒打牌啥都不会。哦，他还对你表姐家暴呢，这样的人根本连男人都不算。你还是赶紧走人吧，别跟他们乱扯。爸，你能来接我一下吗？宋丽文觉得有些事口说无用，那不妨让老爸亲眼看看这里的一切再做判断吧。你不好意思直接走人啊？也行，你给我个地址，我现在就打车过去接你。文文让我过去接她，这丫头被我宠坏了。那什么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接了她再去找你们。那行，家里的地址你也有，接了孩子就来。呵呵，都住那么高端的小区了，还用你找出租车去接啊？这个小区很高端？当然啊，这可是我们荣城北区唯一的现房小区，房价已经涨上天了，能住进去的，除了极少数走狗屎运捡漏的，就是非富即贵的大人物了。不对呀，大姐不是说她把小两口买的房子收回来后，他们出去租房子去了吗？可租房子干嘛？租这么好的小区？什么租房子？那租金可真不便宜啊！现在的年轻人啊，还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很快，宋天瑞就到了小区门口，却被保安拦了下来。您好，必须有业主的许可才可入内。宋天瑞没办法，只能给宋丽文打去了电话，也不知等了多久，
宋丽文和谭菲菲才姗姗来迟。怎么这么慢？已经够快了好吧？这什么小区啊，还得让人接才让进来。要是业主也就算了，一个租户也有这样的权利？租户？什么租户？叶枫和唐仲威呀，他们不是在这里租房子住吗？谁跟你说他们是租的房子啊？这还用谁说？人家出租车司机说了，这里的房价是最近涨幅最高的，已经接近市中心的价格了。能在这里买房子的人非富即贵，就叶枫和唐仲威的财力，能在这里买几平方，不是租的，还能是什么？有些事啊，你还是亲自看到才知道事实。宋丽文说着，就带着宋天瑞往别墅的方向走。你没事瞎跑什么？叶枫那是家里的耻辱，你大姑最讨厌他。如果他知道你跑来这里来，还不气个半死？宋丽文怎么好说他是被那群大明星吸引来的呢？只好道：闲着没事溜达呗，这里也挺好的。没一会，三人来到别墅门前，这才是真正有钱人住的地方。哎，我要是有生之年能住上这么一套房子，死也值了。爸，想不想进去看看？当然想啊，但还是算了吧。能拥有这样一栋别墅的人，别说我了，就算荣城首富来了，估计都得客客气气的。咱们哪有资格去参观人家的房子？还是别惹笑话了。有什么好笑话的？走，我带你进去。你这丫头胡闹什么？让人家看见，说我们私闯民宅，犯法的。而且这种家庭的人，我们可得罪不起。你就放100个心吧，这家的主人我们都认识，很熟的。看着两个女孩都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，宋天瑞最终还是跟着进去了。等到了别墅的入户区域，他立刻用力揉了揉眼睛。我的天啊，那是龙哥！